好，欢迎各位新浪网友，这里是新浪直播间，我是主持人赵宁。徐静蕾导演的第6部电影作品《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自今年的春夏之初跟大家宣布了开机消息之后啊，在微博上真的是一直为网友所关注。而明天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将会迎来发布会，跟大家呢算是一次正式的亮相了。今天我们也很有幸能够将导演徐静蕾和剧中的主演以及主题曲的演唱者吴亦凡共同请到新浪，我们来欢迎2位嘉宾。先欢迎一下徐导跟我们的新浪网友打个招呼。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徐静蕾。欢迎徐导，然后欢迎一下吴亦凡，欢迎你。谢谢，大家好，我是吴亦凡，谢谢。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先来问问亦凡，刚才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在谈论今天你的这个新发型，说你终于把这个额头给露出来了。我见着他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说的哈。对，我就是今天把头发放上去了，对，也不是新发型了，其实之前是有类似的发型，但是因为今天的心情比较好，所以就你的意思是说他心情好，我们看他的发型就能知道是吗？代表了吗？也许吧。今天心情反而是往上的这种发型。对往上的代表心情也往上走。对，我一见着他我就说你终于把你的大背头露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剧照里面，他好像也是把这个大背头露出来了。对，这个造型应该跟徐导是有关系的哈。对，因为我当时在找他之前，我看了他大量的资料，然后我也比较了一下。那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包括对角色来说，我觉得那种上去一些的会更。就是我觉得会更帅当然不同的造型会有不同的感觉吧。所以今天先聊了聊这个亦凡的这个发型，那要聊一聊明天就要跟大家见面的这支新歌了，叫《有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刚才要补充一下，就是亦凡其实不只是唱这首歌，还是创作者，对，他也是制作人，也是写歌词的人。对，那导演看来对亦凡非常之有信心哈，将这样一个工作的这个很多的环节都交给他来操作。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他的趣味啊，他觉得什么是好的东西啊，我觉得我还挺相信他的。所以包括这首歌出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好听的旋律，然后歌词写的也很有意境，然后制作上面我觉得也很好。那亦凡可以代表我们电影对，徐导过奖了。亦凡对这首自己操刀创作的作品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包括创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吗？我觉得第一首歌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对，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以及宝贵的，对。然后因为这也是其实是我自己第一次尝试去制作，然后创作这个环节，然后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完成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反正我自己还是抱有挺高的期望以及期待的。然后我觉得它应该也会比较好的体现出电影的一些情绪，然后能够作为一首不错的主题曲，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看到这首主题曲和我们的电影是有这种呼应的意义在其中。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在这个电影的片名当中，徐导你是承载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给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首先这个电影的名字的动意是跟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关系，就叫Somewhere Only We Know。然后我以前把它做过杜拉拉的代替音乐，然后现在还有人说看到那个盗版，就是我没完成的版本的时候，还是那个代替音乐在上面。然后后来我想这个新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歌，然后包括故事，我觉得也有很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既是一个很抽象的，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其实也可以是我们心里的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心里的恋人之间，包括甚至朋友家人之间，我们心里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个共同的地方，或者说给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最早还没有这部电影之前，对这首歌仅仅是这样一个歌名就已经打动你了。我相信一定承载了你自己的感情经历吧。我觉得每个人的感情当中，可能真的都会有那么一个地方，或者说那么一种感受，就是对，当然，因为我当时放那个代替音乐在杜拉拉那个许愿树的那个下面，我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可能作为一种延续吧，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导演拍一个新的片子，可能都有自己的过去的故事，也有自己现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他很打动我。首先，我觉得要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那也想问一下，其实在我看到这样一个电影的名称的时候，也唤起了我的一个情节或者是一个记忆点。我不知道一凡在参与创作过程当中有想到，你曾经是不是也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你和他，或者是你和你的小伙伴们的？我觉得肯定会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就是自己心中的一块地方是可能。外人并不一定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自己会有一个很深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感触吧。我们能分享一下吗？啊，不可以。能分？没有，不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肯定会有，比如说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可能小的时候也许，比如说一起打球，比如说一起创作音乐，一起喜欢的东西，一起做的事情，都可以是我心中的一个地方。都可以是，对。就好像我们平时怎么了？两个人相视一笑，看来有秘密在他们中间。这个没有，本来是说我提问题嘛，所以我准备了一堆八卦问题啊。我说一凡你要小心了啊。但是徐导，我们后来在这里说我太八卦了，不让我问问题了。徐导，那我这里真的是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将这个地方交给我们，请徐静蕾来暂时没有来做一下主持人。真的非常的，我非常的好奇，或者是说我们所有今天这个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很好奇，因为很想知道导演会跟吴亦凡当他们面对面去交流的时候，你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在那么几个月的共同工作当中，我相信您一定有了很多新的角度去认识他，好吗？我们把这个时间赶紧交给徐导。亦凡，来，您的那个眼神向您的右边看。这样真的好吗？当然好，我们真的来，徐导。主要不是我要问那些问题，是有很多人托我问很多问题。比如说初恋呐、初吻呐、初夜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来，亦凡能回答一下吗？我先喝，没有。你先喝一水可以。不喝了，没有，对，我很开心今天大家好，我是吴亦凡。然后，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就是它还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的一个一个记忆吧，因为都是初什么嘛，都是第一次的一些东西嘛，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是那比如说初恋是什么时候呢？不记得了。一定要这样吗？这样真的好吗？这是导演，我们要尊重导演，同时对吧？不是我啊，是你的粉丝都说很想知道。对，真的是。对，还有包括他们想知道你是不是裸睡。不是，这个肯定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真的。所以你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是裸睡。对，我们记下来了。我不裸睡。所以你穿的多吗？睡就是你会穿睡衣，还是只穿内裤这种？我会穿睡衣。你会就是上衣也会有对吗？都会整整齐齐的那种睡衣吗？我觉得看情况吧。看情况，什么情况下你会？就是，比如说天气热了，咱们可能就对吧？就可能就把那个上衣可能就脱了。天气冷的话，可能就穿多点衣服睡觉。所以你的初恋是在你的中学吗？没有。初恋没有。小学呀？没有。太早了吧？没有。不是。对我幼儿园的时候，对。那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小朋友，对我跟他说，我说长大以后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我就娶你。那时候我大概3、4、5岁吧。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没有然后了，就再也没有联系到是吗？没有了。她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会让你想去跟她说这样的话？她就扎了2个小辫子，然后就挺可爱的。那时候我才3、4岁，我也不记得了。但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了。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纯洁的一个东西，特别一个那个在内心深处的一份我自己想要保留的东西吧。所以其实对谁我都不会说了。不纯洁的呢？没有了。所以之后你再没有跟另外一个女生去说过同样的话，说如果我们哪一天还在一起，我们就结婚吧。后来有过吗？沉默就是说过。
对，也没有说过。不沉默。我是觉得，如果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女生的话，我会去主动的追求她。对，我不是一个被动的人。就是你不太喜欢，就是别人来追你，你喜欢主动出击的，是这样吗？是看情况了，对。哎呦，那现在有这样的女生吗？目前没有。对，最近一次是有什么事？对对对，我是哪头的？你是哪儿的姐姐？对，最近的一次，对。最近的一次我不知道，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其实是挺长时间没有，因为工作的事情比较忙。那你很憧憬对吗？就其实你是对，我是一个其实对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恋家的人，我比较想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这是我憧憬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应该是事业第一。所以我不会说很着急去怎么样，但是遇到对的人的话，我会去跟他说，那个对的人怎么界定啊？就是感觉来了就闪婚了吗？还是说你有一些标准？对，我喜欢像天使一样的女生，可爱，然后又比较会照顾人啊，性格比较好，比较善良吧，应该说是，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些标准了，我觉得。徐导觉得还怎么样？还有什么你的朋友有一些什么话题想问的？我们赶紧。你就饶了我吧。好像还有一个问说，你觉得你将来会找一个你的粉丝当女朋友吗？是吗？这样的，我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吧。我觉得一切回答对，对不对？因为好像有很多人都跟粉丝还结婚了呢，是不是也很正常啊？对，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吧。对，主要是看到是不是对的人，是吧？对，好，回答的好。下一个环节。好，聊完了生活当中的吴亦凡对于感情的憧憬啊，过往未来，那也想问问导演，在咱们的电影当中，你为吴亦凡营造的那段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是比较突发的一份爱情吧，而且其实我们当时在设计剧本的时候，也给亦凡设计了其实挺复杂的一个家庭背景，包括他的身世，包括他在电影当中生活的一些状况，但现在还不太好马上透露出来。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的设定吧。然后亦凡接到剧本的时候也吓一跳，说啊是这样，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因为他的外形就是很帅，然后很阳光，很健康，然后也是第一次演电影，但是我觉得他的潜力不止于就是只演一个帅啊、阳光啊、健康的那样的一个男孩，所以其实我给他身上加了很多东西，然后对他来说确实是难度非常大，不太像是一个第一次演电影能就是背负的那么多，但我是觉得他可以，所以也让他挺辛苦的，包括学大提琴啊、学钢琴啊，要学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包括我们当时找了那个大提琴老师，他练得很辛苦，可是我在现场一定是要当那种恶人的那种，就是要 push 他去学的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更辛苦，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你必须要通过你有困难，就是人有困难的时候才是真正进步的时候。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很简单，那就没有进步，也不会发掘你身上的潜力。所以我是希望，虽然其实有点虐待他，因为当时那大提琴老师都说，看着我旁边站在那儿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说那你来试试。我说啊，我怎么试试？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潜力更多的发挥出来，你才能做到更好。对，所以反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本身也是第一次我自己导的电影没有主演，那把更多的心思的其实都是放在他们身上。对，包括当时会上一些台词课呀，然后那个时候布拉格的一个大楼里经常传来吴亦凡同学朗朗的读书声，全楼的人都能听得见，一会儿是古诗词，一会儿是毛主席诗词，因为我当时觉得应该让他念一些比较豪放的那种东西，就是不仅是念一些像《背影》这种朱自清的那种散文，也要念一些很豪放的那种，让他整个人放开来，舒展开来。对，其实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段其实挺有意思，包括他们在
试戏。然后我有一天翻出他们那个在试戏的那个视频，都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可能一凡你今天看也还是觉得是最近的事情，可是再过很多年回头看，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料，对于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来说。我们来听一听一凡，你回忆一下那段时间你的课程安排，你的每天都是怎样度过的？我就其实也不是很难了，其实还挺轻松的，就是早上起床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再都上些什么课？就每天都有大提琴课、钢琴课、台词课，哈，是吗？是，不是每天了，也不会那么的残酷，不会那么密集，对。但是可能就是准备的时间之内是比较，比如一个礼拜2、3节提琴课，然后可能读剧本的时间会比较多，台词的时间会比较多，读诗歌的时间是经常的，对。然后主要还是，但我觉得挺好的，我很开心。你当时有觉得哪一门课对你来说有点吃力，或者是？都挺吃力的，都不是因为，其实学那个大提琴是真的很难了。大提琴是真的是让我练到有点，手抽筋了，哎呀，这抽筋了，因为它一直要动，然后一直要怎么样拉，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是需要时间去磨练的，它不是一个能够立刻学会的东西，所以那个其实是花一些功夫。那刚才徐导说他特别让你去读一些有豪放情怀的一些这样的古诗词，你觉得对你来说是真的会就是整个性格或者是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吗？通过这样的训练？会啊，我变了，我变成现在的吴亦凡，对。你能跟我们更形象一点去表达这种改变吗？其实就是我觉得，徐导就姐姐给我的一些那个一些读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豪放一些的，比较适合男生去读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可能没有说读过，没有说学过这些东西。有些因为我可能在国外一段时间，所以没有学过。其实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帮助的，对。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愿意去读它，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作品当中，刚才徐导说了，他自己并没有像以往的作品去担纲主演，更多的这个精力培养了一些年轻的演员们，而且这些年轻演员也基本上都是他的大荧幕的处女作品，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群这个俊男靓女们，然后在这样一个浓郁的学习氛围当中，徐导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觉得您似乎很大胆哈，启用了这些新人，然后给他们密集上课。对，因为我一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就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就只要努力，什么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从小我爸爸灌输给我，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包括全部用新人来主演，都会觉得到底行不行？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为什么不行啊？当然，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就是挺难的时候，尤其是1、2个人在现场演戏的时候没关系，然后一堆人全上去的时候，我真的也有点傻，就是也会有一点顾不上。但我觉得他们都很争气，就是很聪明也很努力，就是像一凡真的是很努力，张超也非常的努力，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尽力了就够了，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是跟能力、天赋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那我觉得他们都尽力了，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尽力了。那目前看来呢，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当然了，你永远都可以更好，那就下部戏再更好。那这次刚才您点评了剧中2位男主角哈，那另外2位女生呢，你怎么去挑选他们来？其实我这次选的所有的人，我觉得都是我唯一的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觉得希望他们都是特别干干净净，就是不是很脂粉气的那种感觉。包括我见到王丽坤、见到热依扎，其实都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干净、很清新。因为我们在娱乐圈看到太多的涂脂抹粉，其实我个人来说是很不喜欢那种东西，而且我觉得电影其实还是应该更。怎么说？更接近生活，更像人类，而尤其是我们这种类型的电影，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要那种花枝招展，而是真是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人物，对，所以对2个女演员的看法，你应该问一凡。一凡，来跟我们
来分享一下你跟这2位女演员合作的感受呢？很好，特别好，具体的说，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学习阶段了，所以其实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能是可以教到我东西的，可以教我一些演戏的方面，可以帮我去带动一个情感。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跟王丽坤的对手戏比较多，所以其实他是在情绪上是给到我很多的帮助的，可以让我去更加容易去投入这个角色。然后热依扎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然后其实大家一起也特别开心。我们之前在拍之前，然后也是一起去吃东西啊，然后可能去外面去玩一玩，附近这样逛一逛，我们几个人都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很棒，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魅力。好像热依扎管你叫爸爸，是不是？啊？有吗？是吗？是不是？还是叫什么来着？我记得热依扎叫你很奇怪的名字，是不是他管你叫爸爸？有吗？是因为我老了吗？是因为我像爸爸吗？是有这样的称呼吗？好像是，因为我们都叫他吴成熟嘛。对，因为我确实是，因为他老说他自己特别成熟，然后我们说好吧，那就叫吴成熟好了。对。那你们在片场叫徐导叫什么？我叫徐导，叫姐姐啊。叫姐姐。我叫姐姐，对，我是，应该叫导演，对不起。没有姐姐我这个相信对，是。那我问一下这个徐导，那这部电影当中，您的曾经御用的这个黄立行没有出现，那是因为你没有主演，所以就没有选择他吗？谁说他没出现？他只是还没有告诉大家他有出现。对，所以他也参演了这部作品。对手戏的人坐在这儿。能说一说吗？对啊，就说话要小心哈，特别的棒，然后真的是你看你这个，然后说细节啊，演戏都可以教到我很多东西，我可以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呢？就是因为这次又不一样，我们是男演员嘛，所以其实跟女演员可能又不大一样，因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东西其实是更加去能够有共鸣的，我觉得是，所以他当时也是。就是给了我很多帮助。那所以你称呼他是叫？我称呼他我应该怎么样称呼呢？我觉得我应该会叫就哥哥吧。对。我如果说我以为你会叫姐夫，会不会被打？姐夫是什么？我就叫哥哥了，对，我就叫哥哥，对，我就这么称呼一般。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到现在我们知道，基本上拍摄的部分已经杀青了。对。然后锁定的是在明年的情人节，对，明年的情人节。对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档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的一年的情人节其实和贺岁档连得非常的紧密。导演是早就锁定了这个档期，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啊？因为我这个电影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片，而且是一个很美好、非常感人的一个爱情片，所以我觉得放在其他任何档期都不合适。所以虽然今年的情人节档跟往年有点不一样，跟春节档会有点接近。那我们当然戏里面有很多家庭啊、生活，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往外透露出这些的信息。然后另外我是这种，我既然决定的是这，就像那年亲密敌人的时候。谁来了我也不走，就是既然决定这儿，我们就是站在这儿，谁来了我们也不怕，对，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目前来看，那些片子我觉得最适合情人节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因为真的我们是一个纯粹的爱情片，就是很有爱的一个电影。我之前也看了一些这个访问当中，你提到希望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是非常温暖的，是带有感恩的、感激的一颗心的。对，因为我自己看过类似这样的电影，看完以后你就觉得世界充满了爱。虽然这话说着很肉麻，但是我出了电影院以后，我很感激观众给我这种心情，导演带给我这种心情。包括我还看过一个电影，看完电影情侣都站起来接吻，就是会觉得很珍惜对方。我觉得，我当然首先是我很感谢那个导演，他给我带来这么很美好的感受。另外，我希望我如果拍一个爱情的电影也能给大家带来这样感受，就是你出了电影院之后，不是觉得哇好黑暗呢，而是觉得就是世界很美好。你看旁边所有的人都是善意的，情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次您这个邀请这个吴亦凡来做这个主演我们都知道他在网络上拥有超高的这个人气，您是否也相信这样一个超高的人气会直接转化成为电影的票房力量？我
首先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非常优秀的一个演艺方面的人才，因为他有很多的粉丝，但是我相信他会有更多的粉丝，而不只是可能以前他在那个韩国的那个团体，他可能有一个韩流的粉丝。那我相信，其实姐姐也会喜欢他，阿姨也会喜欢他，奶奶、爷爷奶奶也会喜欢他。我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是看中他这一点。我觉得他不仅仅于现在这样，他有未来非常大的空间，而且会走得很远。对，确实多年来，我觉得你就很难碰到。其实我跟一凡后来都说过，就是如果他当时有问题来不了，这戏我不拍了。当时我都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就是因为其实可能平时你看很多很多演员，可是你真正赋予在他身上你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的。所以当时最喜欢的、就是你最合适的这个不二的人选。是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他可以，而且是最好的人选。因为否则的话，像我已经退休2年了，我跟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拍一个电影？我一定要觉得各方面我都满意，我才要拍这个电影。不然的话，我生活挺好的，对，我天天晒着太阳，涂着指甲油，看着电影，挺开心的。所以我既然要做，我就希望做到让我自己各方面都最满意，所以我才会做，不然我就继续放假。对，那一凡是，这算是，我相信您应该也有很多的电影邀约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吗？其实那个时候还并不是说很多。所以接到徐导的这份邀请的时候，你当时是自己也非常有意愿向大荧幕上发展，还是被他的这个，就是本身的这个导演魅力所吸引？导演魅力一定是非常大吸引力的，但是主要也是，当然还有原因是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演戏，我也想成为一个演员，所以我觉得徐导对我是知遇之恩了，对，就是有给我这个机会，然后特别的合拍，然后我也是真的特别开心。那通过这一次的演出，献出了你大荧幕上的第一次的表现，你自己觉得呢？你会对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是更有信心了，更了解演戏这样一个工作了？因为我还没看，所以我不知道。我希望是还不错吧，那现场呢？现场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表演的时候，导演是给了你很多的鼓励，或者是给了你更多的信心，让你觉得这条路没有选错。会，一定会给我一些反馈。其实反馈很重要，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那个荧幕的背后我是怎么样在表现的，因为我很多东西我拿捏不准。其实真的是一开始我是完全不知道应该要去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就是导演给予我一些反馈之后，鼓励啊，这个不错啊，这个要改进之后，我会慢慢的就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就会好很多。所以接下来呢，一凡你的工作的重心，因为看到明天你也有音乐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哈，那么你是怎么去规划你的未来，你的期望？我非常的喜爱演戏，演戏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其实做音乐这几年，我也发现音乐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在舞台上那种感觉，就那份热情，那份激情是只有那种舞台上才能感觉到的。对，因为演戏其实你在演绎别人的人生，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你可以去诠释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会有很丰富。但是音乐其实是自己，所以我觉得我2个都不愿意放弃，我2个都会继续做。对，但是就是可能是看视情况而定吧。有什么时候可能比较适合电影，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做一些音乐，我会自己去调整。对，那您未来会选择一家经纪公司来继续帮你去打理你的这个工作吗？现在还不知道。对，就是你内心会是，比如说是排斥，还是说你还是接纳的？我觉得看吧。对。会请徐导帮你来出主意吗？在这方面，看来是有请教过哈。因为我觉得他还刚开始嘛，我觉得好多事情可能要慢慢看，如果有特别好的再说嘛，对吧？对。那徐导，就你对一凡的了解，你其实你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刚刚你也提到，你希望他的这个演艺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哈。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看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他很有前途，然后大有前途。可是我觉得一凡这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他还是
比较追随自己心里想的东西，而不是说名利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最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别人无论在说你将来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爱做什么。像有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自己有时候不喜欢做，但是为了种种什么原因，也许这样会更出名，也许这样会更怎么样啊？我觉得人会越来越累，因为演艺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其实我很欣赏他这一点，就是他还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我最喜欢做什么。包括他刚才回答说他是唱歌还是做音乐，其实都是就是看吧，我可能更喜欢哪件事情，今天喜欢这个，那我们就去做，并不是说还是自己的爱好是第一重要。我觉得这样人会比较快乐。别人的期望其实就像家长有时候对孩子那种期望，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压力，所以对，开心就好。对，这种随性的个性是跟徐导非常合拍的，感觉你也是一直这样潇洒活着的。对，我觉得人就是无论别人怎么说，其实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是无可替代的。对，可是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的艺人也好，或者是一个工作者也好，你是不可避免的会被媒体或者是被一些普通人去拿来去比较、去评价。那我不知道像一凡，那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人去拿你和鹿晗继续去比较，你会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呢？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魅力跟特点，对，这完全是看大家的选择。你们还有联系吗？我们吗？这个我就不方便透露，对。说到明天这个 MV 跟大家见面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video，可以跟大家来没有了不好意思，那可能要到现场，可能看到会有一些朋友给你的一些祝福。那在这里，今天我们提前呢也在微博上征集了很多喜爱吴亦凡的粉丝的一些提问，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题在这儿呢，嗨，在我这儿，请那个亦凡，你可以随便挑几个来回答一下好吗？挑了一个长得最胖最圆的，来看看这个粉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自己看吗？那你给我来看。没事，我自己看。你看也可以，你说吧。那我就看了。对，因为我其实并不清楚他们问什么。你方便先把问题读一下吗？想知道吴亦凡在录音时为了更好的酝酿感情，小酌几杯，是喝白的还是喝啤的还是喝红的？我呀，我是喝啤酒。喝啤酒。对。所以，徐导是不是你们拍摄的间隙或者休息的时候，也会大家一起小酌几杯？有啊。他酒量怎么样啊？他酒量挺好的，然后他还会喝了酒以后还知道照顾别人。像有时候我们在那儿玩然后有一些国外的人就来跟我们搭话什么的。然后就看见两个很高大的身影就走进我们，他跟大表哥两个人就来保护我们，他觉得那时候还觉得挺感动的。就虽然喝成，也没喝成那样，虽然喝了一些，但是心里还有知道要保护一起来的女生们。就是本身就是非常有绅士风度。刚才提到的大表哥是。大表哥是他的大表哥所以我们都叫他大表哥。这样子，所以这个网友是问了这个问题，后面底下是什么请问鸡毛姐姐对于吴亦凡同学的字体有什么评价？有没有可能练成静蕾体？说实话，我第一次看他写出来的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字也敢拿出来。当然，因为他从小在国外读书嘛，所以他写中文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您在你的课程设置里面没给他加一个这个中国的书法课吗？这没有，因为这跟演戏确实没什么关系。其实只要多练就可以，也不需要了，现在都打字。那亦凡，我们再抽一个好不好？好。还是你们读吧。好，我来。好的，同样是，这个是凡凡讲一下初恋是怎么样的我不是讲过了吗？对，
这不知道你刚才的回答，这位网友有没有听到哈？是不是满意？我们再回顾一下，吴亦凡的初恋在幼儿园发生，然后对着一个扎着2个羊角辫的女孩子表白，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反应怎样？她同意了吗？哦，我没有跟他表白。就你有跟她说，如果某一天就是长大我们还在一起，我们就对要结婚。对，但她当时同意了吗？他好像同意了。那还是成功的嘛？哎，这个又是给鸡毛姐的，说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女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对于择偶又有什么好看法？又有什么看法呢？异地恋好吗？哦，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都有微博网友的这个名字，这是好几个问题啊。对，刚参加工作就是想想，就像刚才说的，想想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又赚钱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还有什么？就是择偶有什么样的态度？择偶就是多试试呗，你不多试试，怎么知道谁是最适合自己的？然后异地恋的看法？异地恋，我觉得是互相的，就是你要给对方，让他可以信任你，然后也可以从对方身上收到可以信任的信号。我觉得异地恋就不成问题。金毛姐，我也想提个问啊，就之前好多那个媒体访问你哈，后来我们就得了一个讯息，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是说徐静蕾是个不婚主义者。不是，我是一个婚姻无所谓主义者，就是有没有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就是说，你觉得婚姻就可能就是那一时冲动，比如说，因为你没关系嘛，但是也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你就踏入了，就去民政局了。也有可能，谁知道自己有时候会不会脑子突然就瓦塌了？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婚姻是决定幸不幸福的标准。我还是会有男朋友，但我不觉得婚姻好像就一定怎么样，但是也不排斥。就我并不反对别人结婚，别人结婚，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幸福不幸福。如果他因为婚姻觉得幸福，我觉得就是好事儿，那就是祝福。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接不接我都很幸福。是因为有爱存在，其实是最重要的。没错。我想我记错了，对，你不是不婚主义者，你是不生孩子的那个主义者。那也不是也错了，不是，你也不是，因为对我现在只是觉得我还不能够对自己负责，更别说对孩子负责。就是我还不能对我自己的言行，有时候我也胡说八道，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既然这样的话，孩子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重的一个责任吧。如果我自己都在，有时候像没头苍蝇似的东撞撞西撞撞，孩子不行。有的时候你看啊，吴亦凡坐在这里，他也就20出头的年龄。对，在我的感觉，我20出头的时候还挺懵懵懂懂，然后每天挺劲儿的，然后玩，对吧？天天玩，根本就没想过未来。可是坐在这儿，吴亦凡总让我感觉他好像很有，就是他感觉他会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他怎么就那么跟我那个年龄不一样呢？这是他坐在这儿做访问，他有点那个拘谨吧，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生活当中，其实生活中他就是你说的那样，真的呀，对，蹦蹦跳跳的那种。姐姐，对，是有时候。你也会就是贪吃吗？对，我是非常喜欢吃东西的。我怎么听说在拍的时候，好像导演是对你有饮食要求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所以最后就被下了一个禁止令。不能吃东西了。对，你说小胖墩儿不要吃了。哇，导演，我觉得你要求太高了，这还能叫小胖墩儿？那时候是有一点，刚刚进剧组的时候是有一点，对，因为上银幕是比本人胖12斤，这是已经有科学依据的，所以不一定都胖在脸上吧？他脸上肯定更明显是吧？就反正上了银幕就是比生活中胖10到12斤，这个没办法，现在随便吃。现在可以，现在是随便吃吗？现在是随便吃的，对，我吃的比较多，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吃货型的，对。我很喜欢吃东西，我很能吃的。你是喜欢吃甜的？我什么都能吃。坐在那个查理大桥上，夜里3点吃了1桶那个鸡翅，对，炸鸡翅是吧？是不是已经拍摄差不多了？它可以放开了呀？那是拍之前。拍之前，对，拍之前我最后一次的放纵。对。
但是拍之前我们去做那个叫什么 team building 嘛，啊，是吧？对。然后大家我那个印象挺深的哈。对，坐在查理大桥半夜，然后捧着一桶，坐在那个桥墩子上，对，在吃。这一桶得有多少呀？就是跟国内的差不多，就是一大桶这么大吧？炸鸡翅。那我们节约时间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是哪个网友。我来选。好，我们这次把网友名字给说出来了。这个叫白菜不爱鱼，这位网友的名字，白菜小哥。哎，您这个新门哈，白菜小哥，您的首支原创歌曲有一个地方的创作灵感有哪些？灵感主要来源于电影了，还是对，因为我当时在布拉格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过这个，主题歌的一些构造，然后当时也是觉得那个要跟这个电影的氛围格调搭才行，所以它一定不是一首比较传统的国内的抒情歌曲，它是应该是风格是会特别一些，但暂时先不公布。是，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内容上应该也是要跟电影有一些连接的，有一些共鸣感的。然后整个氛围的烘托是能够让别人联想到电影，想要看电影，就这样的。对，也想问一下徐导，那 MV 将会在稍后跟大家见面吗？那 MV 是所用的是我们的电影的部分的片段，还是重拍的？有2部分，一部分是他拍唱的部分，就是然后另外一部分是电影的那个画面，也是我们算是电影画面第一次正式露出吧。所以大家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希望做得更好一些再拿出来。大概也最晚我觉得过不了1个星期吧。那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爱。他说：“老徐啊，你在离开大家视野2年多之后，突然这么大动作，启用新人拍了这样一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电影，是因为你2年里经历了什么事儿让你感到特幸福吧？”我是挺这样吗？幸福的呀，所以我刚才说了，对吧？对，我是，所以刚才说了，其实我真的挺高兴的，每天玩啊，吃吃喝喝呀，谈恋爱啊，然后到处全世界去旅游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想拍一个很有爱的电影，因为这也是我希望把我自己就是在通过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身上感受到的那些东西，也能传递给观众。所以我休息2年出来，第一个想的就是要拍一个关于爱的电影，然后后面可能要再拍的话，就会拍一些我觉得我以前没拍过的，或者是好玩的那种电影。能再跟我一听这个我就晕。什么叫好玩的？你觉得？就是我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但我会觉得非常好玩的那种电影。我已经开始在做剧本的设计了，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大的题材类型去，太早了，对，能理解。那在布拉格的时候，像一凡的那边是不是也挺多粉丝的？有，而且一凡的粉丝是全世界的。一凡，我们拍戏其实有一个镜头里面就有他粉丝坐在旁边，真的，而且是各种金发碧眼的漂亮粉丝，真的很多女孩都挺漂亮的，所以当时说。那个当然不一定漂亮才能当女朋友哈，但是你们当时还让他挑来着是吗？没有，当时我们说你的粉丝都怎么都挺漂亮，好多外国女孩都长得很漂亮，中国的女孩也都挺漂亮，而且都在楼下等着，然后就是很客气给剧组的人送礼物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排除有可能将来会找一个粉丝做女朋友，对不对？你有跟某些粉丝有特别亲近的交往吗？现在还没有。你有现在还没有。因为大家都是对于我来说都是，因为有很多的歌迷朋友们，不可能可能有些时候不一定每个都能照顾得到，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都是比较一样的一些回馈。你有遇到一些比较疯狂的粉丝的行为，让你有点惊讶？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其实，在布拉格拍戏的时候，因为其实。挺远的嘛，毕竟要出国，要到国外去，然后可能一些国内的粉丝也许会去那边去看我，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对，当然我觉得还是不要用太多的时间了，还是自己的事情要，就是给歌迷朋友说的话，就是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对，对，支持我的作品就好了。对，
是，那今天呢，两位来做客新浪，我们新浪娱乐也特别有礼物要送给他们。在这里呢，也提前的预祝徐静蕾导演的这部作品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在明年的情人节档期跟大家见面，然后能够票房大卖，好吗？谢谢，我们来送上礼物，我们来请我们的新浪娱乐的美女姑娘哈。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来，谢哦谢，谢谢谢谢。也这里也顺祝明天过生日的吴亦凡，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好，然后，在这里再次的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同时感谢我们所有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谢谢你们。也同时感谢一鸣造型。那个，我们拿一个刀，我们在这拍张照片吧。这真的是个蛋糕，这个真的是个蛋糕，是这个我以为是假的呢。对，这个就，这是一个意思嘛。谢谢。